现在的市场，如果你还在强迫搭配，可能就是死路一条。Hello， 大家好，我是玛雅奶爸。今天呢，我会分享给你们我的5个大胆猜测，关于2025的威士忌市场。如果不想当一个威士忌爱好者的韭菜，请不要忘记按个赞、留言、订阅跟开启小铃铛，还有超级感谢哦。好，今天我是想分享这个5个大胆猜测，是因为呢，我2年前的那个一支影片，就是5款被炒作或炒价的威士忌，那个就是在我频道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影片，所以我就想说，好，新年再做一个5个什么搞笑的东西，或是大胆的东西。如果你回去看我那支影片，其实5个威士忌我列在那个影片里面，全部都有跌价。因为就是5个操作或吵架的威士忌嘛，这个影片就是关于威士忌市场，所以是会比较不一样。所以我想先说一下，免责说明，我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会发生的一个事情，而不一定会发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猜测影片，请多多讨论。如果你们对这个影片有兴趣，欢迎在下面留言，欢迎来讨论，而且不要忘记订阅一下。好，话不多说，我们来开始吧。第一个大胆猜测就是明年2025，我们会看到一些威士忌投资公司可能会改化他们的生意模式，有可能会变成有一点诈骗的感觉。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英国，其实现在很多那些投资桶子威士忌桶的公司就被发现是一个诈骗的公司，而且是很多。虽然在亚洲不知道有这些公司存在。可是就是要小心，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包桶，可能你就直接从酒厂去买1桶，不要在一个好像威士忌投资公司买1桶威士忌，因为这个有一点风险。我觉得有一些是正常的公司，可是不好意思，因为太多那个诈骗集团在做这个威士忌投资的东西了，所以比较正常的公司也是会被影响。而且我觉得明年这些可能会变成那种庞氏骗局去做，因为就是这种 Ponzi scheme 嘛，就是你需要去拉会员，付一个会员钱，然后让他们再去拉一些下家嘛，然后可以买到一些比较稀有的威士忌，而且他们不会跟你讲就是整个画面，因为如果你看那个威士忌市场其实在2023、24是往下的，可是我有看到在 FB IG 有一些好像威士忌投资的公司，他们只会给你看2022的这些 data， 所以是网上的，他们会说哦，还不赶快投资威士忌，所以这个就是要小心，因为可能你加入了这个投资公司然后虽然你可以买到一些稀有的威士忌，而且可能会比较原价去买，可是可能后来你就会亏钱，就反而没办法就打开喝掉嘛。而且因为现在市场是很难做生意，而且关于威士忌，所以可能这些公司因为可能亏了很多钱，会想办法把亏的钱赚回来，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些正常公司会转换成一个这种诈骗的公司，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猜测，所以不一定会发生。好，那第2个大胆猜测就是2025，我觉得会有一些酒厂会开始关闭或关厂，这个就是蛮大胆的。可是呢，今年的8月有一间酒厂就是有说他们破产了，就是像瑞士的那个 Mackmyra， 可是后来他们其实有被救回来，就是有一些投资公司就是把它买下来嘛。可是我个人觉得有一个酒厂破产，就是一定会有2，会有3，会有4。那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一些比较中间的酒厂就是会破产。什么是中间的酒厂？那我们来先讲一下右边跟左边。右边的酒厂就是比较轻品的酒厂，比如说麦卡伦大摩、皇家礼炮这些酒厂，就是有在花钱去做行销的，而且是花很多钱去做行销，让他们的品牌变成一个精品的品牌嘛，所以连你的阿公阿嬷也都认识这些品牌。这些我觉得是比较安全，因为他们会有固定的消费者会去买单这些高价的威士忌，而且感觉是精品的。那另外一边就是属于一些酒厂，就是
会 focus 在做威士忌，就是专门给老饕的。比如说你看到这边的爱德麦康跟云底，这些都对那些老饕就是说很受欢迎的一些威士忌。他们也没有做什么行销，他们就是只靠口耳相传的这些来把他们的威士忌给这些爱好者认识，然后这些爱好者会说哦，这些是好喝的，可以买，CP 值高等等。所以我觉得这2个方面的酒厂都会比较安全，不会有事。中间的部分就是那些比较新的酒厂或不是精品的酒厂也做的威士忌也是比较没有记忆点，然后老饕也不买单。所以这些中间的酒厂是比较危险的，而且有机会观察。好，第3个大胆猜测就是台湾的一些威士忌代理商会可能明年会破产或合并跟别的代理商一起合作，就变成一个公司。我这样讲的应该是因为我最近有看到有一些水货的威士忌一直倒进来，而且这些可能都是从大陆倒回台湾的，而且这些货都很便宜，大概有半价。比如说如果有这个威士忌在外面在台湾你可以买2500，可是如果有水货大概1400、1500而已，然后是同样的东西，那当一个消费者你一定会选择比较便宜的嘛，对吧？那这个对代理商就是比较不好，因为会没有生意做，因为会被那些水货盖住，消费者也是只有一个肝嘛，所以也不能喝太多，而且会用比较便宜的方式去购买这些他们想喝的威士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明年的一个风险。好，那第4个大胆猜测就是明年可能有一些台湾的酒行店会破产或收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因为很多那些水货进来，然后代理商也有压力，然后可能会强迫这些酒行店多吞一些货，然后也没有人再买，而且还要搭配货。现在的市场，如果你还在强迫搭配，就是可能就是死路一条，我个人觉得。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佛心店家，就是不强迫你的客人，而且有培养一些老客户，就是不需要搭配，就直接买你喜欢的威士忌，而且不是2级市场的价格卖它，这些一定会回来支持你的。而且有一些酒行店就是有做一些好像交易，就是可能会固定时间，就是会叫一些客人来分享开瓶喝酒，一起交易，一起讨论，一起成长。这些店家如果有培养一些老饕的客户，那应该是没事。可是如果你就是另外一种的店家，就是比较黑心的店家，那可能明年你就会比较有危险。喝一下。好，那最后的大胆猜测，我个人觉得明年2025的威士忌价格会回到疫情前的价格，而且可能还更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图，就是麦卡伦跟三旗，如果你看在疫情前的时间，他们其实在往下，特别是麦卡伦，它是真的在往下的趋势。可是因为有疫情了，然后又加上这些比较贪心的威士忌投资客，所以就把那个整个麦卡伦的价格往上飞。大陆那时候也是在狂收，而且日威也是被狂收，这些三旗、白州等等。那以经济学定律的话，如果一个东西是一直往上飙，20-90度往上，那肯定也是会有往下的距离，而且也是蛮长的。那我觉得明年的那个威士忌价格会回到疫情前的价格。再远一点的话，我觉得就要看大陆的经济如何，因为他们现在虽然他们有做一些经济刺激的计划嘛 I want to know about the stimulus package. 可是这些都是计划在那些房地产，而且不是这些精品商品，就是手表、威士忌。所以大陆那边大部分那边的民众可能，如果是要买东西，就是买房地产，而不是那些货非常多的货会倒回我们台湾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还 OK， 因为对台湾的消费者是一个天堂。It's party time！ 你可以买很便宜的好威士忌，就是2年前买不到的，可能现在是更低的价格可以收进来。所以就看咯。好，那最后我觉得这个5个大胆猜测就是为了你们参考而已，所以不一定会发生。那如果也是有得罪
一些代理商啊，或是酒庄店那就拍摄了，这个只是一个影片，是一个讨论，欢迎在下面讨论。如果你们生气，在下面留言，我会回你们的。好，那希望你们对这个影片有支持，然后喜欢这种比较 critical thinking 吧，就是可以想未来的一些趋势，而且不是空空的，就是哦好威士忌投资买这样子，对吧？一定要有做功课，或是要再想这些猜测，才会比较有机会，不会亏那么多钱。好，谢谢大家收看了 ，Cheers。